朱元璋为发妻送葬时天气恶劣，狂风暴雨导致队伍无法出行，他认为这是不祥之兆，便想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去陪葬。此时一个和尚站出来说了一番话，便让朱元璋转怒为喜。那么这个和尚是谁？他到底和朱元璋说了些什么呢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段明初往事。朱元璋的发妻马氏，祖上呢是归德府宿州富豪，父亲马公家住新丰里，由于乐善好施，所以家业日渐贫困。母亲生下他不久就去世了，马公没有儿子，便视他为掌上明珠。马氏自幼聪明，能诗会画，尤善史书，性格也颇倔强。后马氏的父亲马公因为杀人避仇逃亡他乡，临行时将爱女托付给生死之交郭子兴。不久后，马公因病客死他乡，郭子兴觉得他可怜，便将他收为养女，自己教他文化知识。夫人张氏呢，则手把手教他针织刺绣。10几岁的马氏聪明无比，模样也是端庄，还有一种温婉的态度。无论何等急事，他总举止从容，从不疾言厉色。所以郭子兴夫妇很是钟爱马氏，一直想给他找一个好夫婿。朱元璋加入郭子兴队伍后，深得郭子兴的器重，不过短短2年就从一个小兵荣升为一方首领。郭子兴见朱元璋是个人才，对自己的事业将会有很大的帮助，便把养女马氏配给了朱元璋。2人成亲以后感情良好，马氏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，精心辅佐朱元璋。相传朱元璋曾遭郭子兴的猜忌，被关了几天几夜，不给饭吃，不给水喝。就在朱元璋快要被饿死时，是他将烧饼放在胸口，偷偷带进牢房去给朱元璋，这才救了朱元璋一命。而马皇后的胸口也因此被烫伤了。朱元璋在遭到军队排挤时，也是马皇后把自己的私房钱拿给养母，让他在郭子兴面前多说几句好话，这才让朱元璋避免了很多劫难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如果没有马皇后，那么朱元璋可能已经死了好几次了。而当朱元璋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当上皇帝时，马皇后也依旧坚持本心。即使贵为一国之母，但她仍旧勤俭节约，从不铺张浪费。她以身作则，平时穿的衣服总是洗了又洗，就算已经有了破损，也不愿意换新的。后来听了元世祖的察辟皇后主弓弦织帛衣的故事，大受启发，就命人在后宫架起织布机，亲自织些绸衣料、缎被面等物，然后以皇家献爱心的名义赐给那些年纪大的孤寡老人。至于剩下的布料，他则是裁成衣裳，赐给王妃、公主等。这是为何呢？为了劝诫这些贵族们节约，想让他们明白身在皇家才更应该懂得爱惜财物。即使宫中有很多工人可用，但他仍旧坚持亲自操办朱元璋的膳食，连皇子皇孙的饭食穿戴，他也亲自过问，无微不至。如果宫人被宠幸怀孕，马皇后定会加倍体恤。嫔妃如果忤逆朱元璋，他则是会设法从中调停，把朱元璋的后宫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朱元璋在前殿处理事情，有时会非常生气，甚至因此怪罪于人。马皇后等朱元璋回到后宫，常常依据事理委婉地劝阻。朱元璋的性格虽然刚毅，但因为马皇后的劝阻而能够减免刑罚的人也有很多。朱元璋血洗朝廷时杀了不少人，对此马皇后也是十分不忍，经常在私下劝诫朱元璋，这才让很多开国大臣都躲过一劫，否则只怕还会有更多开国大臣倒下。同时马皇后也非常爱惜人才。有一次朱元璋视察太学回来，马皇后问他太学有多少学生，朱元璋答有数千人。马皇后闻言表示，有这么多学生自然是好事，只是这些学生们虽然有生活补贴，但他们家中的妻儿又应该靠什么生活呢？于是在和朱元璋商议后，马皇后征集了一笔钱粮，设置了20多个红仓，专门储粮供养太学生的妻子儿女。对于马皇后所做的一切，朱元璋也是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他知道这个女人是真心实意的对他好，
所以他也是十分爱护马皇后。只可惜天不随人愿，在洪武15年，年仅51岁的马皇后突然病倒了。对此朱元璋也是十分痛心，他日夜陪在马皇后身边，而且还请来很多御医为马皇后治病，但全部都被马皇后拒绝了。说到这里啊，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问了，这既然马皇后已经病倒了，那她为什么还要拒绝御医为她看病呢？其实这正是马皇后的善良之处，她十分了解自己的身体，知道当时的自己已经是油尽灯枯，再叫那些御医来看也是无力回天。而御医要是治不好自己的病，搞不好还会被朱元璋怪罪，那是他不愿意看到的。这就是马皇后，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依然在为别人考虑。朱元璋和马皇后伉俪情深，那么马皇后离世后，朱元璋会作何反应呢？面对爱妻的离世，朱元璋亦是十分心痛，只是人死不能复生，他能做的也只有让马皇后走好最后一程。他为马皇后举行了一场超规格的葬礼，整个丧事的程序很复杂，规矩也很繁重，守丧期为27天，皇子皇孙们皆为其大哭，大臣们为其披麻戴孝，就连普通百姓也要好好遵守期间的各种礼仪。百姓们49天里不能屠宰，不敢大声欢笑，整个南京城都笼罩在悲伤的氛围里。马皇后于8月病逝，而朱元璋9月才将其下葬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就在马皇后下葬当天，南京城竟然下起了大雨，导致出殡的队伍无法正常出行。在朱元璋眼里，这就是妥妥的不祥之兆。眼看下葬的时辰就要到了，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，于是礼部和内务府的人都来劝谏朱元璋，还是另选吉日出殡。但这仍旧没有平息朱元璋心中的怒火。他表示，如果雨还是不停，那么操持丧事的人就一个都别想活了，全部去给马皇后陪葬。此话一出，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。毕竟忙活丧事的总共有1000多人，如果全部都去陪葬了，那又有多少个家庭会破裂啊？这些人绝望地看着下个不停的大雨，希望老天爷能够快点让雨停。奈何雨不仅没有一点要停的趋势，反而还越下越大，这可急坏了在场的所有人。正当大家在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时，一个和尚站了出来。此人是谁呢？他名叫宗乐，是一位有名的僧人，在民间备受敬仰，曾去西域取经弘扬佛法。朱元璋对他也是十分看重，他冒死对着朱元璋说了几句话，顷刻间朱元璋眉开眼笑，不再提让大家陪葬的事情。那么宗乐对朱元璋说了些什么呢？原来他向朱元璋表示，天之所以会下大雨，是因为老天爷也在为马皇后的离开感到悲伤，证明马皇后的善良感动了老天。如今各路神仙都在为马皇后送行，朱元璋应该感到欣慰才是。朱元璋听完以后，觉得宗乐说的十分有道理，心情也逐渐地平复了下来，然后让大家在雨中为马皇后送行。而马皇后的去世对于朱元璋来说也是个巨大的打击。相传马皇后去世后，朱元璋消沉了很久，后来也再未立皇后。纵观马皇后的一生，她幼年丧父，寄人篱下，虽不愁吃喝，但也绝对算不上是幸运。嫁给朱元璋后，又一直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，吃了不少苦。好不容易当上了皇后，但她却从未因此铺张浪费，而是依旧勤俭节约，体恤民情，是位不折不扣的好皇后。